徐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一开门就闻到客厅刺鼻的烟味，紧接着他就望见坐在沙发上的父亲，弓着腰，默默地抽着烟，一言不发。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落得老高，徐磊意识到家里有事情发生，跑到卧室，发现妈妈正坐在床上抹泪。看到徐磊回来了，妈妈激动地跟他说：“孩子啊，是妈不对，我当初应该听你的，不该去炒股啊。这次股市大跌，我跟你爸的养老钱都搭进去了，我真是糊涂啊。”说完又泣不成声。徐磊这才意识到，前阵子妈妈还神秘地跟他说，过完年要大赚一笔，全家往后衣食无忧。徐磊确实知道母亲一直在炒股，投资各种基金，这些年来也确实赚了点钱。但他不知道的是，因为想着他和小静要结婚，父母就想趁着手气再赚一笔。可幸运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总是落在同一个人的头上呢？徐磊问：“你们亏了多少？”妈妈只是摇头，不肯说。徐磊追问：“10万？”徐磊妈还是摇头，她继续问：“20万？”妈妈哭着说：“我们赔了40万了，孩子。”40万，对于大城市的家庭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小城市，40万购买一套不错的房子，是2个退休老人7、8年的生活开销。徐磊陷入了沉默，脑子里反过来倒过去只有一句话：怎么办？他现在的这份工作虽然稳定，但是每个月就那么点死工资，别说给父母生活费了，仅能勉强应付自己的生活开销，有时甚至还要靠父母的补贴度日。从小到大，父母都没让他为钱发过愁，这是他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发现，自己才应该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徐磊强忍着内心的焦急，安慰着妈妈：“妈，您别着急，钱没了还能再赚回来，不是还有我呢吗？”徐磊妈心疼地看着孩子。徐磊又来到客厅，走到父亲身边：“爸，您别太生气了，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办法。”说完，他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徐磊想，父母炒股失败，其实也有他的责任。他只知道向父母索取，却从来没为这个家承担些什么。父母现在都退休了，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生活和养老。可他又没有快速赚钱的本事，去哪儿找这些钱呢？他突然想到了父母给他和小静买的婚房，要不把婚房卖了，或者出租，这样至少能给父母补贴一些家用。想到小静，他心里一沉。他现在似乎有些理解小静一直以来的恐惧，理解她为什么那么拼。可是他没有小静勇敢，他从来都没有真的离开过父母身边，也没有独自闯荡过。他没有检验过自己的能力。原本他还以为自己有了套婚房，能为小静挡风避雨，可这样的承诺根本经不起现实的敲打。小静现在要远走高飞了，而且只会飞得越来越高。他真的能追上小静的步伐吗？第二天下午，小静打包了行李，跟爸妈做了长久的道别。爸爸挥手
让小静先走，转过身去，不想让她看到自己伤心的样子。妈妈拉着小静的手，关切地说：“在外面照顾好自己，你还是要跟徐磊好好谈谈，这是人生大事，不能太冲动。”小静紧紧地抱了抱妈妈，走下了楼梯。前往机场的路上，小静试着拨打徐磊的电话，但电话那头传来已关机，无法接通。小静又尝试拨打了几次，还是关机。此时的她很愧疚，从上大学谈恋爱，徐磊就处处迁就她，保护着她。当初她决定去上海，父母那么反对，最终还是徐磊帮忙说服的。可今天同样的情形再次出现，为什么每次都是徐磊为他做出让步和牺牲呢？他用微信给徐磊发了一条长长的消息，然后失落地把手机放进了包里，仿佛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徐磊这边，自从把小静送到家，他就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昨晚他彻夜难眠，突如其来的双重打击让他整个人老了许多。他明明已经把手机关机了，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开机关机，想知道有没有小静的消息。他的内心非常挣扎，自尊心在说，既然小静看不上我，要远走高飞，那就让她走吧。可冷静下来，他知道，小静明明是在说，他们要一起去法国打拼，而不是把她抛下。他是那么爱小静，从19岁到27岁，人生最美好的这8年都是和小静一起度过的。他知道小静不是贪图富贵，而是想过和父辈不一样的人生，想要稳稳抓在自己手里的安全感。他回想起上大学时，小静和他一起上自习，两人在图书馆备考，小静总是那个先于他计划的人。他意识到，当初爱小静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独立、坚强，面对困难从不退缩，而他自己却在遇到困难时习惯性往后退缩。毕业时，小静选择了去上海，他却留在西安，听从了父母的安排。说是为了父母，但其实他真正怕的是看到自己失败的样子。他懊恼地抓着头发，徐磊啊徐磊，你这个男人真没用。突然一条短信出现在手机上，磊，我们相爱8年不容易，人的一生能有几个8年？我们都已不再是孩子，必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请你原谅我的自私，总是不顾及你的感受，一直往前冲。可是磊，我与你不同，让自己变好，是我改变人生的唯一出路。我今晚8点的航班回上海，别放弃我们，我等你，爱你的静。看到小静的信息，再看了看手表，现在是5点，去机场还来得及。他再也无法等待下去。他起身打开门，客厅的父母突然看到头发凌乱、面容憔悴的徐磊，非常心疼。妈妈赶紧上前问：“儿子，都是妈的错，妈真不应该相信炒股能挣钱。”徐磊沉着地说：“爸妈，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打算和小静一起去法国。”
妈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疑惑地问：“小静不是在上海吗？怎么又去法国了？”她工作有变动，要去法国发展。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上次她去上海，我没去，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这次我不能再错过了。你们二老给我们准备的婚房，我不能要，你们留作养老用吧。我们还年轻，可以靠自己拼搏。徐磊的父亲一向沉默寡言，这是第一次他望着徐磊，发现自己的儿子仿佛是一夜之间从一个大男孩变成了顶天立地的男人。父亲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徐磊给父母简单介绍了情况，匆忙出了门。小静抵达机场以后，就不停地四处张望。她是那么希望在一个拐角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托运完行李，她一个人默默地走向安检处，好像每走一步都在问：我们8年的爱情真的就这样断送了吗？安检的时候，小静故意选了最长的一队，她想再等等，多等1分1秒也好。每往前走一步，她都在大声呼喊徐磊的名字：别放弃我们，我求你了，别放弃。她和徐磊在大学的日子历历在目，就连那些最小的细节也突然变得无比清晰。阳光下，徐磊熟悉的侧脸，微风中牵着他的手，转过身对他微笑的样子。小静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那样想念徐磊。终于进入了安检通道，小静有气无力地脱下外套，把电脑放在安检用的箱子里。她站在安检台上，跟随着指令，神情恍惚地转着身子。她的行李和物品在金属传送带上被叮叮咣咣地推了过来。她把物品随手塞进包里。此时的她已无心做任何整理。她把背包挎在肩膀上，漫无目的地看着指示牌。她眼神迷离，傻傻地站在那里很久。就在这时，背后传来了一个声音说：“小静。”小静猛地转过身，站在她面前的是那个面容憔悴、穿着浅棕色大衣的徐磊。他不是在做梦，真的是徐磊。小静再也绷不住了，一头扑进他的怀中，长久地哭泣着。徐磊把小静搂在怀里，还是像从前那样轻抚着她的发丝，像哄孩子一样轻轻地摇晃着。没事了，乖，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再也不会分开了。此时的徐磊笑中带泪。